What's up, guys？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，是使用 Olympus 的 EP3 经典的 Point and Shoot M43的相机，在这样精美的外形之下，其实在现在用起来呢，我觉得它越来越好用。EP3 虽然说它的参数啊、规格、性能都没有太惊奇的地方，以现在的标准而言呢，似乎是比较落伍。可是，在它的机身造型以及它设计上，就有一种魔力，让人忍不住想要拿它起来拍摄，试试看它的效果怎么样。相信呢，这也是 Olympus 在这台 EP3 上所下的努力吧，能够让人家想要拿起来拍摄的机器。在刚开始购入使用的时候，常常会被它画面吓到。为什么吓到呢？因为画面除了非常漂亮发色之外，它杂讯呢，还有它的宽容度、暗部的细节，跟同时期其他的 DSLR 比起来相差甚远。虽然说它有着当时最高速的120 FPS 扫描的对比式对焦，画质呢其实还是会让人觉得有点不堪用的。但是由于现在可以使用 AI 去杂讯，在 Adobe SE 简单按一个按键，就可以将杂讯呢从原本非常繁杂、非常干扰画面的各种数位的缺陷，转变成比较相对干净的颗粒感，甚至会帮你填充一些已经丧失的一些细节，这让 EP3 像在暗面呢会有非常多杂讯的画面瞬间改善不少，也让画面提升了可用性，加上它原本 Olympus 画面良好的接料质感，都让照片依然可以呈现不错的效果。在2023年，谁还会拿起古早的 M43 相机 EP3 来拍照呢？我想只有那些想要回归摄影原点的人吧。EP3 的画质现在看起来其实是简单的使用 iPhone 14 Pro Max 的主摄4800万像素就可以轻松的看出两者跨越世代不同的差异。手机呢的成像远远的要优于 M43 1200万像素的成像。即便如此 ，EP3 依然有它有趣的地方。首先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美观的外形，操控其实也是相当完备的。比如说两个转盘啊，两个自定按键操作使用。由于它的画质并没有现代相机这么好，所以刚好也可以跳脱画质上参数，而尽情的去捕捉一些平常不会想拍也不会去拍的东西。它的画质也是有它的天花板，而且很容易就达到了。不妨利用它非常漂亮的 JPG 直出，它里面丰富的 R filter 来捕捉一些影像吧，单纯以影像，而不是拍到一张高画质档案来 manipulate， 是不是每一张照片呢都可以单独的把它捕捉下来？我想这也是回归摄影原点的一个思考出发点 ，capture it, not manipulate。拿这种老相机呢，就必须要做一件事情，放掉要100%观看或者是 pixel picking， 反而是要去利用整张画面的浏览去感受画面的氛围点，创造作品吧。如果拍照不小心就被蚊子叮了，起源于半格相机的 Pen 系列 Olympus CP3 承袭了古典的外形，伴随着同样不容易持握的手把，非常的滑手，但是换来的是平整的外观。因为所以虽然体积不大，但是拿起来就是有一点点分量的感觉。它的造型，所以它拿起来重量分担不是很理想，所以会觉得有点坠手。另外是它的确是有扎实用料，不管是它的金属的外壳以及厚实的涂装，很扎实的机构，让它有一定的重量感，虽然有点坠手，这样的重量感也带来一点高级感觉呢。机件上的操作非常便于使用，一拿到手按一下 on off。开机键，选择想要拍摄的模式，就可以开始拍摄咯。身上的按键呢，也支援很多功能的 mapping。其实它的 F 按键能够指定的功能是相当有限，不像后来的 OMD 系列可以千变万化的指定各种 fancy 功能。像我就依照我的使用习惯呢，直立的滚轮呢设为快门的切换，滚轮呢设为光圈切换，向下的方向键改为 ISO， 这样我就可以轻松的控制曝光3要素咯。同时，你可以直接选择它的 R filter， 这样F1的自定键呢。自定义成全对焦点切换的话，就可以简单的全画面对焦咯。这台相机也可以让你用左手按快门哦，因为我们只要使用触控荧幕，左手它的快门形式其实比想象中的要低很多呢。Olympus 好的地方是它居然可以将 HUD 更厚的区域，也就是曝光坡度的显示放在荧幕上。虽然说画面有点干扰，但是可以学到底画面的曝光信息损失的阶段在哪边，以及呢我们熟悉的直方图啊，还有水平仪、白平衡预览，它都可以顺利的切换，也是非常有趣。
EP3 它的快门按键旁边呢就是电源按钮，所以要开启电源的话，只需要轻触我们快门旁边的电源按钮就可以了。虽然后来的机型呢把这个设定改掉了，但是个人认为这也是相当好用的，只是污渍的可能太多了。应该又不见了。对啊，刚刚我买了，你为什么又有金像对，这是好东西。在暗巷老街中使用 EP3 拍摄，如果可以搭配一些大光圈定焦的话，即便是 EP3 呢，依然可以拍出不错的影像哦。使用 EP3 在拍摄场务的夜景的时候，一定要开启噪声过滤哦，它满天的彩色杂讯非常恐怖。虽然说在这种低光环境下，全幅有很强的优势，但是呢，如果是比较小的感光元件的相机，但是加上防手震的话，依然可以在这样的阴暗的低照度环境下呢，依然可以获得很不错的成像。这次呢，即便是使用像 EP3 这么老的相机，在夜拍上，如果小心的使用防手震，不要让 ISR 过于爆炸的话，还是可以拍出东西的。当然，如果全幅像5D Mark II 拉高到6400，依然能够在画面上看到，还是可以扎实呈现出影像，不会完全崩坏。这点呢，就远远超过小底的相机了。像 EP3 这样的 M43 相机，在现在看起来画质当然是会略逊一点，它的美观的外形。比起功能性啊或机能性为主导的无感相机，明显要好看很多。它的高感画质到底差当代的相机多少呢？当影像放到一样大的倍率的时候，这两台1200万像素的对比非常显而易见，是 EP3 呢都充满了彩色噪点，而且看到 S3 虽然说也有一些噪点存在，但是呢细节还是清晰的可以看到，噪讯比明显要好很多。这就是时代眼泪啊 ！EP3 有像A73那么高感的话，该有多好呢？1200万像素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都非常够用，但是最新的高级全幅无反跟非常具有个性的 M43相机，实际拍起来其实呢有很多特殊之处哦。一样是1200万的 EP3 来拍摄这样的题材，来看看有什么不同哦。一样参数下 ，EP3 在ISR 2500的情况下，高 ISR 所引起的色差跟影像的崩坏，比较明显的彩噪的部分，这些呢 A7S3 上基本上看不到的。ISR 2500基本上跟其他相机的 ISR 100没什么差别的。显而易见的，两者在相同的曝光参数、ISO、光圈、快门都相同情况下，全幅呢拥有更宽广的动态范围、更细腻的画质的表现。只是 Olympus EP3 凭借着特殊的 Olympus 美丽的发色呢，依然能够在直观的画面上拥有不错的品质表现，色彩相当吸引人呢。两者各有千秋，不管是片幅啊、厂牌、对颜色调色的理解等等，都有各自的特色。各个参数上来讲，都是 A7S3 更为胜出。但是依照拍摄的需求而言，其实 EP3 已经绰绰有余了呢，能够给我们稳定而且又漂亮的画质呈现，逐步摄影师的应用来创造美丽的作品哦。搭配简单的定焦镜，比如说火炬高级感的12f2等效24mm的定焦镜，在拍摄上它的中央体积手感呢都是绝配，而且它的画质呢也可以很好的弥补 EP3 画质上的一些遗憾呢。但其实24mm 这种 focal length 跟手机也很类似，所以基本上不是特别的去寻找能够表现的视角或是快门时机的话，比较不容易呈现出精彩的照片。但作为随身记录、随手随拍，也是可以很称职的留下影像。在路边偶遇这么美丽的小花，这时候使用轻便的 EP3 加上20 f1.7 的平安镜，非常轻松的记录这样的小小的美景哦 ，very portable。一样场景呢，如果我们使用富士的 ST200 加上一样是饼干镜27mm f2.8，拍摄的时候一样可以获得不错的效果，但是呢，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就没有那么近哦，只能把东西拍得小小的而已。台风前夕这时刻呢，天空的云以及雾气的形状呢都变幻莫测，这时候就很适合
来拍一些层次丰富的天空，其感受那无时无刻大气层的大气里面的扰动，以及它所产生的丰富的光影层次。这时候呢，如果拿 Olympus 的 M43，像是 EP3 这样的机器，都可以获得很好的成像，特别是搭配 Olympus 它特殊的非常风格化的影像滤镜，比如说浓化色调啊之类的，都可以看得出，在颜色饱和层次达到极致的时候，都给人家那种非常惊艳的视觉刺激，看到每一刻都不同的蓝天白云的层次变化，都是非常新奇的感受呢。但即便是画质不完美，比如 EP3 拍出来的，总是会让我觉得画面很脏，需要使用非常低的 ISO， 并且确保充足曝光的人才会让画面好看一点。但是这又无妨，其实很多好照片呢，都不是在技巧上100% 完美才能成就一张好照片。相反的是要着重于放到镜头前面要拍摄是什么呢？所以即便是2023的当下， EP3 呢，依然能够很好 serve 它的本质，它可以让我们拍得很开心。我们只要做到几点：第一个就是不要过度编辑，不要放大检视，尽量使用指出，使用它的滤镜，它都可以很称职的是一台好相机哦。See you， bye。